太上老君由来及传说中，东汉末年，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，被视为道教的开端。此后，道教不断发展，逐渐形成了包括全真教、天师道在内的多个派别。太上老君在道教体系中被奉为最高神祇，是道教神谱中的至尊。关于太上老君的神话传说众多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他出关传道的故事。传说老子在辞去周朝的官职后，骑青牛西出函谷关，被官令尹喜请入关中写成《道德经》。老子随后离开中原，行踪不明，遂有出关成仙之说。道教信仰中，太上老君被视为宇宙的创始者和主宰者，掌管天界和人间的一切事物。他被描绘为白发白须的老者，象征着智慧和长寿。太上老君的形象在道教艺术中多以长寿老人示人，通常身穿道袍，手持羽扇或太极图。他的形象象征着道教追求的长生不老和对自然法则的尊重。在道教信仰中，太上老君不仅是智慧的象征，也是道德的化身。他教导人们要遵循自然法则，修身养性，追求内心的平和与安宁。在道教的传说中，太上老君法力无边，能够呼风唤雨，移山倒海，起死回生。他经常显灵救世，普度众生。太上老君显灵的故事，在道教典籍和民间传说中可谓是汗牛充栋。以下仅举几例。北周武帝毁佛灭道。北周武帝建德3年5月，初断佛道两教，经向西毁，罢沙门、道士，并令还民。据道书称，当时太上老君曾遣使显灵。时过1月，武帝即又下诏曰：至道宏深，混成无际，体包空有，理极幽玄，今可立通道关于都城，并移洪产，一以贯之。以后三清神明逐渐流变发展，至唐代才成为定说。传说唐高祖李渊，原为隋朝的太原留守，在起兵反隋之前，他曾多次梦见太上老君。太上老君鼓励他起兵，并向他指点了军事策略。在李渊的领导下，隋军节节败退，最终被推翻。李渊建立了唐朝，登基称帝。宋太祖赵匡胤原为后周的禁军将领，在发动陈桥兵变之前，他曾梦见太上老君。太上老君授予他一把宝剑，并告诉他将成为皇帝。在陈桥兵变中，赵匡胤被士兵们拥立为皇帝，建立了宋朝。太上老君显灵救助汉代张道陵。张道陵是道教正一派的创始人，被尊奉为道教的祖师。在道教的传说中，太上老君曾多次显灵帮助张道陵夺化众生。张道陵，字方陵，汉族，汉朝沛国（今徽省沛县）人，生卒年不详，一般认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11年25年，卒于桓帝永寿元年155年，享年130岁。张道陵出身于官宦世家，祖父张禹曾任汉朝太傅。张道陵自幼聪颖好学，博览群书，精通医术。在东汉末年，王莽篡汉，天下大乱。张道陵不满当时的社会现实，毅然辞官归隐，前往鹤鸣山修道。在鹤鸣山，张道陵潜心修道，终于感应了太上老君。太上老君传授给他天师道法，并命他下山度化众生。在道教的传说中，太
太上老君曾多次显灵帮助张道陵。在张道陵修道之初，他曾遇到许多困难，太上老君多次显灵，指点他修道的方向和方法。张道陵是一位著名的炼丹家，他炼制的丹药能够治病救人，延年益寿。在炼丹的过程中，太上老君也曾多次显灵帮助他。张道陵下山后，创立了天师道，度化了无数众生。在度化众生的过程中，太上老君也曾多次显灵帮助他。太上老君显灵救助张道陵的故事，在道教中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它体现了太上老君对张道陵的关爱和扶持，也反映了道教追求真理、救度众生的精神。这个故事也鼓舞了后世的修道者，激励他们不断修炼，早日成就道果。太上老君显灵救助张道陵的故事，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也有所反映。例如，在明代小说《西游记》中，太上老君曾显灵帮助孙悟空降服牛魔王。太上老君显灵救助张道陵的故事，是道教传说中的一个重要故事。它反映了道教追求真理、救度众生的精神，也体现了道教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太上老君显灵帮助唐玄宗躲避安禄山叛乱。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事件。这场叛乱由唐朝节度使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，最终导致唐朝的国力锐减，并由此开启了唐朝的藩镇割据局面。在安史之乱中，唐玄宗李隆基曾多次陷入险境。在道教的传说中，太上老君曾显灵帮助唐玄宗躲避安禄山叛乱，保全性命。唐玄宗李隆基是唐朝的第7位皇帝，在位44年，712年到756年，是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。唐玄宗在位期间，政治清明，经济繁荣，文化昌盛，史称开元盛世。唐玄宗本人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皇帝，在音乐、诗歌、书法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。然而，在唐玄宗晚年，由于宠信杨贵妃、重用宦官等原因，导致朝政腐败，最终爆发了安史之乱。在安史之乱中，唐玄宗李隆基曾多次陷入险境。在道教的传说中，太上老君曾显灵帮助他躲避安禄山叛乱，保全性命。在安禄山叛乱之前，太上老君曾显灵警告唐玄宗，让他注意防范安禄山。但是，唐玄宗并没有将太上老君的警告放在心上。安禄山起兵反叛后，唐玄宗仓皇逃离长安。在马嵬坡，唐玄宗为了平息士兵的叛乱，被迫赐死杨贵妃。在马嵬坡之变后，唐玄宗继续向西逃亡，途中他曾多次遭到安禄山军队的追击。在危急关头，太上老君显灵，帮助唐玄宗躲避了追杀。在唐玄宗逃亡四川之后，唐朝的忠臣良将们纷纷起兵抵抗安禄山。在太上老君的帮助下，唐朝军队最终击败了安禄山和史思明，平定了安史之乱。太上老君显灵帮助唐玄宗躲避安禄山叛乱的故事，在道教中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它体现了太上老君对唐玄宗的关爱和扶持，也反映了道教追求真理、救度众生的精神。这个故事也告诫人们，要居安思危，防范小人，才能避免陷入险境。在《西游记》的神奇世界里，太上老君与孙悟空的关系耐人寻味。太上老君是道教的至高神之一，
而孙悟空则是佛教保护神之一。他们之间的交往体现了道教和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融合与共存。其中一个经典故事便是太上老君显灵帮助孙悟空降服牛魔王。这段情节充满了神话的魅力和文化的深意。牛魔王又名大力王，是《西游记》中的强大妖怪，号称平天大圣。他拥有巨大的力量和威严，与铁扇公主结为夫妇，育有一子红孩儿。他占据了火焰山，以其猛烈的火焰阻挡了唐僧师徒西行取经的道路。牛魔王不仅武力强悍，而且颇具智慧，能使出各种法术，使孙悟空一时难以应对。在取经路上，孙悟空、猪八戒和沙僧三人多次尝试通过各种方法降服牛魔王，但都未能成功。牛魔王变幻多端，时而变成虫蚁，时而变成石头，甚至能变成孙悟空的样子，迷惑唐僧师徒。孙悟空使出浑身解数，奈何牛魔王总能躲避或者反击，使得唐僧师徒陷入困境。在多次尝试未果之后，孙悟空决定求助于天界的神仙。他首先拜访了南海观音菩萨，但观音菩萨认为牛魔王乃道教一方的妖怪，便建议孙悟空去求助于太上老君。太上老君居于天庭之上，是道教的最高神之一。他的道法高深莫测，拥有许多神奇的法宝和法术。孙悟空来到太上老君的宫殿，恭敬地请他出手相助。太上老君早已知晓此事，答应帮助孙悟空降服牛魔王。太上老君首先赐给孙悟空一件宝物——金刚镯，这是一种强大的法器，能够缚妖降魔，极为神奇。此外，太上老君还传授了孙悟空一些高深的法术，以助他战胜牛魔王。孙悟空带着太上老君的宝物和法术，重新回到了牛魔王的领地。这次，他心中有了底气，对降服牛魔王充满了信心。他首先使用太上老君传授的法术，使自己隐身，悄悄接近牛魔王。然后，他出其不意地使用金刚镯，将牛魔王牢牢困住。牛魔王试图变换形态来逃脱，但金刚镯的力量太过强大，无论牛魔王如何挣扎，都无法摆脱。最终，牛魔王被彻底降服，无法再为非作歹。孙悟空将牛魔王带到太上老君面前，太上老君点化了牛魔王，使其弃恶从善，皈依道门。这一故事不仅展示了孙悟空的智慧和勇敢，也反映了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和谐共存。在《西游记》中，道教和佛教的神仙们共同协助唐僧师徒完成取经大业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容和多元的精神。太上老君的显灵帮助不仅是对孙悟空的支持，也是对道教神灵与世俗世界互动的展示。通过太上老君的帮助，孙悟空战胜了牛魔王。这不仅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象征，也体现了信仰的力量和神灵的庇佑。此外，这个故事还强调了合作与互助的重要性。尽管孙悟空拥有强大的力量，但在面对更强大的敌人时，他仍需要他人的帮助。这一主题在《西游记》中多次出现，强调了团队合作和互相支持的价值。太上老君显灵帮助孙悟空降服牛魔王的故事，是《西游记》中一个充满神奇色彩和文化深意的篇章。通过这一故事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神话世界的奇幻与壮丽，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与佛教的交融与共存。这段故事中的勇敢、
智慧、合作和信仰，都在今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